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长期没有性的女人，大概都会有这4种行为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朋友阿雅曾这样以戏谑的方式描述自己的婚姻生活，我和我老公简直就是纯纯的友谊。她笑着说，结婚几年后，你会发现这种纯洁的简直一尘不染，连一丝邪念都没有。两人相处久了，连那句我爱你都变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她调侃道，每当我问她你爱我吗，她总是笑着回答，哎呀，别说这种伤感情的话，咱们之间还用得着说这个吗？听起来这似乎是一段令人捧腹的笑话，让人忍不住想，这哪像是婚姻，更像是和室友合租的生活。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品味，却不禁感到一阵悲凉，因为这又何尝不是许多人婚姻的真实写照呢？结婚之前，我们怀揣着对爱情的憧憬，渴望与心爱的人亲密接触，每一次牵手，每一次亲吻，都让我们心跳加速，脸红耳赤。然而结婚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份激情似乎渐渐消磨殆尽，我们甚至觉得连认真看对方一眼，认真说一句情话都成了奢侈，更别提夫妻间的亲密生活了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会对性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聚焦于这一领域。谷雨数据发布的2021青年男女健康报告为我们揭示了令人震惊的数据，竟然有高达 40.7% 的青年男女没有性生活。这一数字不仅反映了当代青年在性健康方面的严峻现状，也引发了我们对性教育、性健康知识普及的深刻思考。性的秘密成分是爱，它是人类情感交流的一种方式，也是维系夫妻关系的重要纽带。然而很多人却对性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甚至忽视了长期禁欲带来的危害。如果一个女人长期得不到性，一般都会有以下4种行为。1. 对人冷漠，有怨气，容易发邪火。朋友小峰说，他哥哥近些日子以来，几乎每天都在凌晨时分才回到家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坐在一起吃早饭时，小峰都能明显地感觉到嫂子内心充满了不满和怒火，那份温柔与和蔼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。每当嫂子和表哥交谈时，语气中仿佛充满了火药味，尖锐而刺耳。由于他嫂子是个内向且注重内心修养的人，他不好意思直接说出自己的不满，但小峰却能清晰地感受到，如果哥哥继续这样晚归的话，他心中的怒火一定会将自己烧成灰烬，而在化为灰烬之前，他一定会将哥哥也一同卷入这场怒火之中。实际上，在婚姻生活中，不少女人因各种原因在性关系上遭遇缺失，或者感受到性需求得不到满足。特别是那些经常被丈夫拒绝的女人，她内心的情绪往往复杂难明，充满疑虑与不安。这种被忽视或排斥的感觉，有时甚至会引发她强烈的愤怒。我究竟哪里做得不够好？为何他要如此对我，如此冷落我？我已经尽力了，还不够吗？这种深深的怨气如同压抑的火焰，最终会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些出口，以不同的方式释放出来。2. 与人交往有距离感。长期没有性生活的女人，通常具备一个显著的特征，她既不会主动向心仪的异性表达好感，也不会轻易接受其他男人的追求。尽管她内心深处对爱情充满向往，但她不会轻易投身于一段感情之中。在日常交往中，这类女人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与他人的相处分寸。她待人既礼貌又得体，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这种分寸感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中无疑是加分项，因为它避免了因过于亲近或问得过多而让人产生反感，
然而，在亲密关系中，这种距离感却可能成为减分项。他不习惯暴露自己的内心需求，不善于展示自己的情感世界，无论是喜悦还是愤怒，他都会努力克制和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表现得过于拘谨和刻板。这种态度往往会让人觉得他缺乏活力，甚至给人一种无趣和难以捉摸的感觉。他身上那种淡淡的疏离感，使得别人很难真正走进他的内心。虽然他看起来知性、矜持、安静，但却很难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吸引男人的注意。男人往往更容易被那些充满活力和情感的女人所吸引，而不是过于理性刻板的类型。感情是需要相互付出的，如果我们总是保持这种疏离和刻板的态度，那么就很难得到男人的真心喜欢。3. 怀疑男人。因为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怎么会对他的身体没有丝毫兴趣？玲玲结婚已有5年，却已感受到婚姻的沉重。人们常说7年之痒，可对她而言，5年便已是煎熬。她与丈夫曾是自由恋爱的情侣，因爱而婚。玲玲深信他们的结合是出于真爱，然而婚后的生活却渐渐消磨了她的信念。婚前，丈夫总是找各种机会与玲玲亲近，那时两人的相处充满了甜蜜与羞涩，空气中弥漫着爱情的芬芳。然而婚后一切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1周2次的亲密到1个月3次，再到1个月1次，半年1次。玲玲开始感到困惑和不安，为了挽回丈夫的心，玲玲甚至尝试购买情趣内衣，希望能为两人的关系增添一些新鲜感。但丈夫对此却毫不在意，宁愿独自解决，也不愿再与玲玲有任何亲密的接触。玲玲开始怀疑，是自己不再美丽动人了吗？还是丈夫已经对她失去了爱意？又或者她在外面有了其他的女人？这些猜测和疑虑如同巨石般压在玲玲的心头，让她倍感痛苦。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人，如今躺在同一张床上，却仿佛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这堵墙你看不见也摸不着，可它就挡在那里，挡住了两个人的交流，也挡住了两颗心的碰撞。当女人面临来自男人的拒绝时，一部分女人会陷入深深的沉思与反思。这种长时间被男人拒绝的情况，不仅会让她感到沮丧和失落，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胡思乱想。这些女人会开始怀疑自己的魅力，思考是否是因为自己的外表、性格或能力等方面不足以吸引男人。她会反复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，试图找出可能导致男人拒绝自己的原因。同时，她也可能会开始关注男人身边的其他女人，怀疑是否是被这些女人抢走了男人的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女人甚至会产生更为极端的想法，她会认为男人已经对自己失去了兴趣，转而投向了其他女人的怀抱。这种猜忌和疑虑让她感到焦虑不安，担心自己已经被男人背叛或抛弃。随着疑虑的加深，这些女人会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。她会开始频繁地查岗，试图掌握男人的行踪和动态。在质问和暴怒中，她试图迫使男人坦白真相，却忽视了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。4. 婚外找替补。曾亲耳听一位女士对她的丈夫坚定地说，下一次我给你发送视频时，你必须立即马上接听。然而当再次遇见这位女士时，她已变得花枝招展，流连于各种场所，不再满足于平凡的生活。一旦女人心中的恶之花盛开，便鲜少有人能拯救她，甚至连父母也无力回天。如今婚外寻找替补的男女屡见不鲜，大多源于夫妻间长期得不到满足的生理需求。实话而言，夫妻间的生理需求是不可或缺的，也是无法抹灭的。无论男女，若长期得不到满足，必定会寻求其他途径来满足这一需求。
要么选择成为自我满足的手艺人，要么便投身于婚外情的漩涡之中。关于婚姻，咖啡屋的建议是，如果你对伴侣心生不满，产生了心结，那么请务必及时去处理，千万不要试图通过冷落或拒绝夫妻生活来报复或惩罚对方。这样的做法不但无法解决问题，反而会使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，让你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。持续的拒绝和冷漠无疑是破坏婚姻关系的毒药，更可能成为滋生婚外情的温床。或许刚开始的一两次拒绝尚可接受，但长时间的疏离和冷淡只会让人倍感挫败，自尊心受损，夫妻关系的疏远、无性婚姻、婚外情、背叛乃至离婚，这些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。而这些结果的产生，往往源于长期的拒绝和冷漠。我想，每个人在婚姻中可能都有过拒绝对方的时刻，但不希望这种拒绝成为常态。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彼此拒绝的原因，并努力寻找解决之道。这些原因可能包括工作、育儿带来的疲惫，希望早点休息应对第二天的工作，或是因吵架、闹脾气而产生的情绪隔阂，甚至是对对方体型、性格等方面的嫌弃。但无论原因如何，其本质都是对对方失去了最初的激情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坦诚地面对这些问题，积极寻找解决之道。性对女人来说很重要，但也不是每个女人都会有那么强的需求，也不是每个女人都喜欢乱来的。没有不色的女人，只有控制力强的女人。长期没有性的女人，一般都会用以下这些途径来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。一，会把自己的冲动放在事业上、工作上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需求与欲望的挑战，其中生理需求无疑是最基本且难以忽视的一种。然而，有些人却会巧妙地运用一些方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让自己忙碌起来。他会积极地寻找各种方式来充实自己的生活，让忙碌成为自己生活的主旋律。比如，他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家人，为家人准备可口的饭菜，打理家务，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。这样的忙碌不仅让他在忙碌中找到了满足感，也让他在付出中感受到了爱的力量。此外，他还会通过一些运动来让自己累得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生理需求。他会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，如跑步、瑜伽、游泳等，通过运动来释放压力，调节身心状态。在运动的过程中，他会感受到身体的疲惫，但这种疲惫却能让他更好地入睡，从而减轻生理需求对他的困扰。当然，在有需求的时候，他也会选择一些轻松的活动来转移注意力。比如，他会静静地看一本书，沉浸在书的世界里，让知识的力量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或者他会选择出门散步，欣赏大自然的美丽景色，让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环境来平复内心的波动。除了以上的方法，他还会和闺蜜聊聊人生，分享彼此的心得和感受。这样的交流不仅能够让他在精神上得到支持，也能让他在分享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。当人的精神生活一旦富足起来，生理需求就会不再那么强烈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更高级别的满足和幸福。二，找个相爱的人在一起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独立思考，她不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婚姻观念，而是追求更为真实、深刻的感情关系。因此，寻找一个实力相当、三观一致的男人，成为了许多女人心中的期盼。这样的伴侣不仅能与他相互欣赏、彼此喜欢，更能共同创造一段身心愉悦的恋爱旅程。实力相当意味着双方在事业、生活等方面都能保持一定的平衡。这样的男人不仅有着稳定的职业和收入，
还具备着丰富的知识和阅历，能够给予女人足够的支持和帮助。他不会让女人感到压力，而是能够携手共进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三观一致，则是指双方在价值观、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方面能够产生共鸣。这样的男人能够尊重女人的选择，理解她的想法，与她分享生活的点滴，不会试图改变女人，而是能够接纳她的全部，共同创造一种和谐稳定的感情氛围。当两个实力相当、三观一致的人走到一起时，男欢女爱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。他们会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受到爱的汹涌、美好和温暖。这种恋爱关系不仅仅是解决生理需求的工具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慰藉。3. 朋友多了路好走。网友醉清风，36岁，企业高管，5年前离婚，没有孩子，自那之后没有再重新谈过恋爱。其实他保养得挺好的，无论是脸还是身材，所以追求他的人也不少，但是他一个都不喜欢。男人要么是看重他的资源和能力，要么就是年纪太大了。3年前他跟朋友去惠州那边度假，偶然开启了一种发泄欲望的新方式。那边有一些比较高端的俱乐部，里面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，而且有些长得还挺帅的，身材也是非常不错。其实刚开始他自己也觉得很别扭，很不自在，但是后来就慢慢放开了，因为体验真的很不错。只要钱到位了，要什么花样他们都有。比如说还可以按照他的要求和喜好来扮演我的男朋友。他觉得这还挺好玩的，因为知道他们和很多像网友这样的有钱女人都发生过关系，所以他一般都会让老板给自己安排刚入行不久的那些，玩起来会相对比较放心一点。许多长期单身的女人都是如此，通过相亲、夜店、网络等社交平台结识新朋友，以此来减少孤独感，并寻求生活中的乐趣。朋友多了，她不再那么孤单，快乐也常伴左右。在这些朋友中，总有可能出现令她心动的男人。两情相悦时，发生一些情感上的进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对于女人而言，生理需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然而，在没有男友或丈夫的情况下，如何满足这一需求确实是一个挑战。选择年纪较大的男人，可能因体力不足而无法满足他的需求，而且他往往更加精明，对金钱方面十分谨慎，而年轻的男人则可能并非真心相待，有些可能图谋金钱，有些则希望找一个不粘人的伴侣。即使有些年轻男人真心喜欢他，但由于能力有限，可能需要女人在经济上给予支持。至于陌生男人，风险则更大，他们中的好坏难以分辨，可能存在拍照要挟、勒索等安全隐患。很多时候，年轻男人选择年长女人，并非因为喜欢成熟女人，而是看重她的经济实力和省心省力的特点。在这样的关系中，女人往往只需要关注身体上的满足，而不应过分要求其他方面的回报。当然，这样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交易，双方都应该清楚这一点，不要过于认真，一旦陷入情感的漩涡，便会失去更多。4. 单身女人性生活修养。1. 注意安全。安全无疑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特别是对于女人而言，确保自身安全更是至关重要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应当始终牢记安全第一的原则，尤其是在涉及性行为时，更是要慎之又慎。除非准备怀孕，否则永远带足安全用具，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负责，也是对自己生活的尊重。一个真正的好女人，不仅要懂得如何爱护自己，更要学会在各个方面保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。2. 在对待性要求时，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态度。承认自己的性要求并不等同于滥交，
而是要在合适的时机、合适的人面前表达出来。找到一个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男人，共同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，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人生体验。然而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应该明确自己的底线和原则，避免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。3，在选择性伴侣时，我们需要格外谨慎。有家庭的男人应该是我们避免涉足的雷区，因为这样的关系不仅会伤害到别人的家庭，也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。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而应该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选择。4，在性关系中，尊重对方的性感受是至关重要的。我们应该避免轻视对方的性能力，而是要以最好的方式表达呵护和喜爱。分享性体验不仅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，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。同时，我们也要保守两人之间的性秘密，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而给对方带来伤害。5，不能简单的以性取人，无论单身的理由是什么，有感情基础的性爱关系，从心理和生理上都是最大程度上让女人满足的。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与伴侣之间的感情沟通和交流，让彼此更加了解对方的需求和期望，从而建立起更加稳固的关系。6，必要的设防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不是自己心仪的人，不要跟他单独晚餐；如果不准备跟他有性关系，不要答应去他的住处小坐。女人永远有权利说不，但是在拒绝的时候也要尽量委婉一些，避免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尴尬和伤害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和自我保护意识。在追求爱情和性爱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尊重他人的感受和选择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，也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。性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它并非全部。我们应该意识到，生活中还有许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去探索和追求。如果女人将性看得过于重要，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，都会失去更多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理智的态度看待性，将其视为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全部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积极寻找生活中的其他意义和价值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